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的播音主持本科。我研究生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第一个走进这里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我来自中国香港，我是一个内地和香港求学的00后。我是很有决心来拿这个 offer 的。我之前以为的播音主持是我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我发现是整个世界。这是几位第几次做面试官？我是第一次，因为我特别抗拒考试，所以我也很抗拒考别人。我肯定是第一次。他看起来像考过别人的样子。我考过的，对。哎，但都是像这样的场景，还挺有压迫感。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此刻肯定会很紧张。我此刻完全共情那个椅子上的人。但我听说现在00后都很厉害啊。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觉得还是会紧张一些，极具压迫感。稍等，我试一下这感觉。什么感觉？哦，还是不同的，真的。极具压迫感吗？有一些，就瞬间发生了某种转移，角色转换了，真的。然后每个人都过来试一下，可以共情一下选手的。来，老板，个子大会有帮助吗？气场上会强一点吧。一个实习生还能翘2郎腿，这个是不多见的。怎么了？给自己打气啊！你觉得一个优秀主持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长得帅，戴眼镜。我的天哪！但你坐在那儿有种领导全面我们的感觉。各位老师好。很有经验吗？哎，我觉得其实你们看上去很亲切。哇，我还挺期待的。我其实坐在那儿还蛮开心的。对，希望他们从这儿有个非常好的开始。我感觉啊，就是今天这个面试应该是如今第7季所有的，无论是律师还是其他各种行业当中，可能面试的学生表达能力最强的一批，因为他们这个专业摆在这里。那是肯定的。我没有和00后共事过，所以其实这次还蛮期待，真的在职场上见到00后的面貌的。非常期待跟00后一起合作。你这么一说很对。好期待啊！这女孩形象挺好的，我觉得她长着一张青衣脸。这个女孩蛮高的。老师们好。你好。你好。请坐。没事，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拿。对。等会儿再拿吧，留个小悬念。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本科主修播音主持艺术，辅修新闻学。绩点第2名，保研到了中传继续就读播硕。其实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读书5年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如果要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表达，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为了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折腾自己折腾了5年。这5年在3大央媒都有过实习。我都干了什么呢？在珠海航展，淋着大暴雨追歼20，在零下19度的宁夏滩阳的羊圈里面追滩羊，在杭州扑通一声跳到积水没到胸口的防灾减灾基地的污水里面，还有在北航把战斗机开上了天，虽然是模拟飞行啊。跟我合作过的所有编导老师都说这样一句话，说出外景就带张诗文，往那儿一站就是兵。哇哦！82那年，我有30-40天的时间是在30-40度的高温里走了10几个农村，对谈了几十位普通的农村留守老人。那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渴望跟各种人去对话。我想这种对话可能不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历史之间。于是为了去做好对话人的这个角色，我也开发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技能点，比如可以调香，可以跳舞，但是也可以骑马射箭，舞刀弄剑。就是这些很多元的经历，让我有了很多非常多样的表达方式。
比如在央视的中国国宝大会，我穿着传统服饰可以用舞蹈的方式来讲文物；比如在六公主的佳片有约，我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来讲好电影的故事；比如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我可以反串演男主角去演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这些经历也让我真正的意识到，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最后全都变成滋养我表达的养料和与受众链接和对话那一刻眼神的心灵交汇。以石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哇，完整的你说的对，自我介绍。这一届的实习生将会是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届。真的非常好。我特别好奇诗文，因为你是中传毕业的，我也是中传，当时还叫广院毕业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你在中传上过舞台吗？跳过舞，没说过话。哇哦，就是我没有以主持人的身份站在中传过。为什么？可能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中传到处都是金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中传的舞台很特别，中传的学生非常的直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会特别直接的表达，所以对于很多中传学生来说，上那个舞台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很有勇气，虽然是以舞蹈的方式，不是主持的方式，能够跳舞上台，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专长其实挺重要的。我会喜欢舞剧，就是因为它的感情。毛诗序里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是舞蹈，它是情绪最终极的一个表达。就比如我跳过《少年李白》，为什么我能表达它？是因为我看到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一个平时很规整的人做出了这么有情感的一个动作。我想这种看见是一种主持力很重要的能力。我要看见你的需求，然后把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去承接给你。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里的认知和共鸣，这种可迁移的能力，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你以后如果能成为一个主持人的话，你觉得自己向往成为一个什么类型的主持人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个记者型主持人，甚至是学者型主持人。就是我希望对于我能表达的东西，我自己是真的在行，真的是懂的，而且真的是有切肤的理解的。像当时我去航展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是对军事比较感兴趣嘛，但是没有感兴趣到那么澎湃的程度。直到我真的到了航展，我真的去跟着他们一起去追那个飞行表演的飞机，我去摸到了那个机身，摸到了它的那个螺丝钉和螺母，然后那一刻你会突然感觉我的生命不应该只局限在一个演播室里，不应该只局限在我所处的这个教室里，我一定要去见更广阔的天地，这样我说出来的故事才是真的有分量的。我也在那几天。哦，天哪，老师，好可惜啊，没有遇到您。那考考你航展的东西吧。珠海航展的全称叫什么？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航空和航天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在平流层上飞机，一个是往宇宙里飞，是火箭。你刚才也讲过了，你参加了很多到现场去采访的这种东西，你哪次印象比较深？在宁夏去拍了一次那个滩羊。为什么滩羊印象深呢？因为真的是生命见证过真实，就会发生质变。我是看到了那个滩羊的妈妈生小羊羔的那个过程。我把那个羊羔抱在怀里，又给那个羊羔喂奶，你就会觉得那一些促进世界改变的巨大的数字变得如此真实，它就在你眼前发生。因为我感觉去现场你看到过的那些东西，它对你的塑造是对你生命的一种质变。你去见过之后，你的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从此以后，我无论播新闻啊，还是准备这些出镜的东西，我就真的有一点不敢亵渎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它发生作用的时候是有一个具体的人把它接住的。哦，你这个包包里是带着什么想要展示的东西吗？我是带了一个我唯一可以带上高铁的彩艺。哇哦！哦，那来展示一下。
非常棒。谢谢老师们，谢谢，好，谢谢。哇，他们现在都好成熟。我也很好奇，你说这种条件的都不能上舞台，上中传的舞台去主持啊？这点我特别能够理解他，而且你会看到过广院的舞台以后，你就觉得天哪，那是真的舞台，它很残酷。因为我也是广院的，我99级学播音的，你知道的，那种表达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在广院之春歌手大赛上，会起哄吗？你不是纸飞机、扑克牌，甚至盆。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要播。就我们广院还是有素质，飞上去啊！对，你唱得好，我也会飞纸飞机；唱得不好，我也会飞纸飞机，是一种表达。学生非常直接，他不是不礼貌，就是很直接。你不好的话，我们是会表达出来的。所以你内心不够有足够的定力跟自信的话，你站那儿会社死的，你知道吗？新生是有新生演出的。我就不知死，我说我要上，然后好高年级同学非常语重心长说，我建议你先看一下的。还好我看了一下，然后5年就没有上过台。哇，但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在广播学院的舞台，你能站1分钟，你什么舞台都能站。是的，真的。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就是特别的自由开放的那种氛围。可能现在回看，还很怀念这种氛围呢，自由的表达，然后经历挑战。对，经受挑剔，这多好啊！经受出来，个个都是人精了。第一位实习生起点就很高了。我真的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不像是读书读了5年，我觉得他已经工作了5年了。其实我觉得不在于他知道什么，在于他会正确的学习能力。对，他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挖，这点我觉得很难得，非常棒，真的。那我们第2位。请进。使劲一下。Hello。哎，背着吉他来的。老师，你们有喜欢的颜色吗？我这有灰色、粉色、紫色，还有蓝色。都行，你看我们像什么颜色，你随机给我们。那我灰色给这位老师吧。好的，我比较灰淡是吧？哎呀，你看他就知道我喜欢粉色。这位特别好。我就喜欢蓝的，可以。坐吧，自我介绍吧。对，你可以把吉他先放一放，太沉了。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老师们好，我叫冯成朗，然后成朗是前程明朗成朗，可以叫我朗子。然后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读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中英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我来自中国香港，我是一个内地和香港求学的00后，然后我可以做到粤语、英语和普通话3种无障碍交流和沟通。音乐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今天带了个吉他过来。但是我钢琴是学最久的，我已经学了17年的钢琴，然后在过程中呢，我已经顺利考取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的资格认证。我这个吉他是自学的，日常生活中呢，我喜欢做一些简单的弹唱，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音乐创作。然后今天呢，也是有一个小彩蛋，因为我很紧张，我有点压力很大，这是我的日常的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我写了一首歌，记录了一下我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好，那你先放松一下吧。你本人很帅啊。哎，谢谢。而且这个照片并没有做过分的美颜，这点很好。不是照片是吧？对。你学了几年吉他？自学的，其实就是这2、3年，就是学了一些简单的和弦，然后自己玩一下。哇哦，这也是受了中传的校园的影响吗？对我发现我们学校很多人都会弹吉他。你会吗？我还真不会。然后献丑了。加浓的咖啡带走了疲惫，把想法折成纸和轻轻放飞，白纸上笔尖下是我稚嫩的想法，
凌晨3点半，台灯还亮着，似乎有许多的故事在耳畔。当思绪漫过眉梢，我拥有不尽期许。我们追晨昏跑，把碎片拼成路标，键盘敲碎多少未说的问号。这一切值得吗？声带喊到沙哑，心中微光拼凑明日晴朗。谢谢谢谢。是你自己写的吗？是我自己写的，就是大概就是讲述了我前段时间在准备这场面试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吧。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段经历中，我能把这首歌给填完整。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啊，你粤语、普通话、英文，那你在讲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体呈现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气质倒是不知道，老师们可以听一下，但是我真的可以做到自由切换。大家好，我係馮晴朗。跟住我呢個晴朗呢個名咧，喺廣東話入邊咧，同天氣晴朗係同音，就好似我嘅性格一樣，非常之熱情開朗，非常之 energetic. I've just mentioned that my chief interest is music. Yeah, honestly, I want to be a music student at first, but I gradually showed talent in broadcasting and announcing. I know that all the challenges and situations that I'm going to face is probably not a piece of cake, but I will still give all my effort and enthusiasm to it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ank you. 很棒，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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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你有一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钢琴8级，是演奏8级吗？不是，就是8级之后就是演奏级了。那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上弹呢？因为我刚刚在我的英语自我介绍里面说到，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在香港的时候是学音乐的，但是我觉得，当你的爱好变成你的专业的时候，它会略显枯燥。如果我学了播音主持的话，我这个钢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可能是一个我身上的特点，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播音主持。而且我发现，我学播音主持的过程中，就算这个爱好变成了专业，它也不会枯燥，反而我会更加喜欢做这个事情。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下面要问他什么。那我想问你的是，为什么播音主持你就不觉得枯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有意思就是我站在台上，就是那个聚光灯打到我脸上的那个瞬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享受的就是站在台上那个瞬间。但是站在聚光灯下并不一定要主持啊，弹琴也可以啊，做演员也可以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前会觉得，我想做这个行业，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中，可能我主持完下台之后，大家会给我掌声或者夸赞或者认可。但是在不断的经历当中，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单纯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就喜欢站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我也非常享受就是在幕后的每一个瞬间。就只要让我做这件事，我觉得哇，好开心啊！我想做的就是用我自己身上比较微小的力量，去正向的引导更多人。就是我做这行的初衷，就是想要去传播正能量。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想到你另外一个师哥王安宇。哦，对，这也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位师哥。对他也是形象非常的好，然后他是应该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吧？对，但是后来他去拍戏了。你也希望能够走他这样一条职业道路吗？演戏对于我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我也可以去尝试，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在主持这一路上一直往前走，因为一个主持人他可能表达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一个演员他所表达的可能是剧本或者是那个角色的内核，而且我觉得我的初心在这儿，我想要坚定我的初心，一直往前走。除非是王家卫、李安来找你。那可能同时，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主持机会的话，那我也还是会选择主持。哇哦，
王家卫的戏都可以不拍对，只要有一个很好的主持机会主持机会，要多好的主持机会！这段别让王家卫看到。热搜的题目我都已经看到了，热搜的题目，冯程朗说，哪怕王家卫来找我，拒演王家卫我也要去拒演王主持。家卫。天哪，不敢，那不敢。其实可能说不定真的来找我的时候，哎，我又会哎，要不演一下试试吧？你还要纠结一下是吗？对，还要纠结一下，选择一下。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人吧。刚刚说到就是王家卫找我演戏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就凭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还没够资格。哎，我觉得务实特别好，完全不会被画的饼所诱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不会把一件事情的后果想得太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抱着一个太好的心态去做的话，会懈怠，我会觉得，哎呀，反正我肯定可以，那什么都不用准备了，那随便便弄就好了。但我发现我不能这样子，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我得逼自己一把的一个人，就是我要把所有情况都想得最坏，我要去做好一切的准备，我才能够安心上场。对，你很真实，也很真诚，很可贵这一点。谢谢。他很适合做一个娱乐节目，是的他太适合做综艺了，他很适合芒果台，什么湖南卫视，而且我都可以看到他就是站在站在何炅旁边，他站在何对炅旁边很合适。对，或者是天天兄弟这样的一个角色。哎，我们不是给东方卫视招人吗？我们那个各个台之间都打破壁垒，为了中国的传媒事业共同发展。对对只是说这对对对。种节目类型它很适合，对吧？他其实形象非常的阳光青春，对对，是能够吸引到很多年轻的观众的。他很有眼缘，就是你看到他就觉得我是看到他我就忍不住想笑，他说什么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他挺可爱的，就很可爱，很可爱，也很真实。有这样的形象配上他的性格，其实还蛮讨巧。通常帅而自知是不讨喜的，但他很讨喜，特别真诚，特真实，很可爱。好，我们下一个。